上期回顾，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答案竟然是大家都觉得在北美做码农是一个既不用996又可以年薪100万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很想探讨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美好。这会剪掉是不是？这段要剪掉。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这个卡掉。冒着被老板发现的生命危险揭露行业职场机密，唯一想要的是你的订阅点赞。看自己想要什么吧。如果你想升职加薪，随时在线，老板给你发邮件你秒回。Sev 3你可以 business hour deal with， 但有些特别激进的人，他就会什么 Sev 来了，他马上就 act， 对不对？release 的那 schedule 有关系。大的 project 的话，你可能就不停的加班，996也很正常。周期性的。哎，我觉得要采访一下他，因为他不是血汗工厂的吗？然后整个样嘛都是所谓的血汗工厂，但是北美需不需要996还是要看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朋友说，哎，最近加班好忙，我们会觉得哇，你们组好辛苦。这种事情在北美应该不算是正常的。微软整个环境下面也有加班很严重的，可能跟老板有关系。但我觉得好处是，如果你不想996也是可以的，换个组嘛。对，长期996或者加班可能不是那么 sustainable long term 来说。北美是否996跟组和公司文化有很大关系。如果要升职加薪，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行业，都需要付出努力，体现个人竞争优势。之前我在 startup 做过1年，然后之前那个老板非常缺德，他是个美国人。据说当时我们有韩国的一个 senior 不会 push back， 他是个 KBC 吧。Korean 帮产业。应该 ABK。周末的时候，老板让他干什么事情，他立刻做。然后从此之后，老板每次周末也有事情都会找他。后面也觉得他可能自己不应该这么做，老板周末知道他说他可能 office hour 的时候再回，这也没什么问题。比较正常的老板，周末不会给你发邮件的。我有时候用自己电脑可能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老板说看我上线，他会说，哎，你怎么还在上线？我现在老板以及老板没有那个 expectation 是周末需要，或者说是你需要996，还是正常的 working hour。平常你可以就是 set expectation， 入职的时候就说老板，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 work-life balance。on call 不是24/7吗？我们其实是有24×7的一个 on call，但是大概1个月1天，而且 call 的那个时间我们尽量的把它放到 business hour。经常被老板要求周末加班并不正常，非紧急的状况建议工作时间处理。平时需要管理老板的期望值，周末休息是为了下一周更好的工作。长期超时工作会侵蚀其他重要部分，例如健康、家庭等等。换个工作的来吧。我个人感觉中国老板一般都比较 push。是因为中国老板比较不会 push back。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会比较 push back， 对，因为最早期的那些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去做，因为他就这么做下来的，我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你也要这么做。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份工作，你去换工作，你肯定是想要更好。面试的时候，比如说你为什么离职上一家公司，因为上一家公司 work-life balance 不好，然后他就知道你是 value work-life balance。还有一个方面，你可以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很多竞争对手，就如果一个产品没有竞争对手，那它可能脚步稍微慢一点。如果你比如说 Azure 跟 AWS 竞争，你出一个 feature， 明天我一定也要出，这肯定就会比较忙。跟 Lyft 有竞争的这个压力吗？还好。我们 compliance 做的比他们好，打个广告。跟公司的 culture 有关系。如果这个公司就比较 value work-life balance 的话，那 most likely 就是大多数的组都是还是会比较 balance。1. 看公司整体文化。2. 看产品在同类市场的竞争力。3. 了解老板的职场经历和教育背景。4. 沟通，在合理范围内沟通自身需求。我们3个算是转专业的。我是转专业的。Software engineer 加 finance。等一下，为什么你没有转向 finance？ 因为它就是比较书面，学习的过程中，就你如果是写程序的话，你立马就能看到你的成果，对吧？比如说你可以做个游戏啊，或者帮你完成一些生活中的小任务，但是如果你要建一个经济模型的话，一个人感觉也建不了。对，我挺同意你的观点的，因为我之前是做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然后就是它是一个 supporting department， 然后码农可能更像是你能够看到你的成果，然后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 user 在用你的东西，会有给你一种成就感，然后 supporting department 的话可能那个工作上的成就感会少一点。现场 CS 和非 CS 专业码农比例是1:2，这时业界 CS 或相关专业还是主流，不管什么行业都脱离不了资本影响。投行和科技行业互相抢人也一样，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喜欢和擅长什么。长期来说，真正喜欢才能坚持更久，其实坚持比选择更重要。
虽然是写代码，但你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做的产品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就项目的跟进，你还会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是工作就会有存在这个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你不能就说无聊，或者说有意思，里面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无聊的地方。对，再加上这个东西太因人而异了，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有人喜欢扯皮，有人喜欢写代码，不想跟人扯皮。对，但是你这个是 combination， 哪怕是特朗普现在做这个工作，我也觉得他会有一定程度的觉得无聊。然后今天又要去发言了，又有发推特了。有时候的话，一个工作最有意思的东西，可能就是你怎么去把它实现出来。但是可能你做完它之后，写 doc 要让别人 approve， 然后另外呢，你可能有些 unit test、integration test 里面做，有些很多 dirty work 你要去做，那可能有的人觉得无聊，可能就。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任何工作有趣和无趣同时存在。一、热爱自己的工作；二、做到擅长自己的工作；三、接受有趣和无趣同时存在；四、对整个项目其他环节保持好奇心；五、如果陷入瓶颈，尽早寻找更大的平台。Hey Siri, can you check my bank balance and let me know which Apple product can I afford? Apple juice.